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封神巴黎却隐身内娱，王一博630天不拍戏，竟靠时尚圈狂揽29个顶级代言。3月6日至9日，巴黎时装周上演了一幕令整个亚洲时尚圈瞠目结舌的景象。王一博这位来自中国的艺人，先后以 LVMH 集团旗下 LOEWE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、开云集团旗下 Lacoste 的全球代言人以及香奈儿品牌代言人的3重身份，在4天内完成了对3大奢侈品集团的巡礼。外媒摄影师们疯狂高喊"看我 Look here"， 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乘坐品牌专属的1号车压轴入场，获得了时装周最高礼遇。3大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奢侈品集团为他打破了100年竞品规则，这被时尚媒体称为亚洲时尚史上的巅峰时刻。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，另一组数字正在社交平台发酵：630天。截至2026年3月，这位在巴黎被奉为东方时尚天花板的顶流，已经超过630天没有进组拍戏了。有消息称，他需要签署风险协议才能接戏，而这份协议意味着艺人需承担剧组因负面新闻而遭受的全部损失。投资动辄数亿的项目让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签字。于是，在时尚圈封神的同时，影视圈选择了隐身。这究竟是影视行业的弃子，还是正在进行一场精明的战略蛰伏？双引号，消失的背后是困境还是棋局？王一博的这630天正在成为观察内娱生态变迁、艺人价值重构与多元化生存法则的一个典型样本。不同的游戏规则，一个割裂的真相。在影视圈，630天无新作的记录足以让任何顶流艺人陷入舆论漩涡。有人爆料说，王一博被业内评为危险艺人，导致无法正常接戏。这种说法虽未得到官方证实，但无戏可拍的现状却是事实。2025年，王一博没有影视作品播出，公开曝光极少，只上线了2部纪录综艺探索心境。而他上一部电影还是2024年5月的《维和防暴队》，这在当前的内娱影视环境下尤为扎眼。2026年的影视行业正经历着重大变革。数据显示，影视项目选角时，流量指数的权重已从3年前的45%降至12%，作品口碑、奖项背书和观众好感度成为资本与平台考量的核心指标。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大 IP 加顶流等于爆款公式已经彻底破产，行业正在从虚火炒作转向实体深耕。平台收缩投资，资金链紧张，短剧冲击传统制作模式。2026年的影视寒冬让85花半数失业。大量 S 加级古装剧和 IP 改编剧被迫停摆，观众耐心被短视频极限压缩。52%的剧集热度峰值出现在开播前4天，出道即巅峰成为常态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影视圈对演员的核心评价指标是演技、票房收视率、角色契合度、剧组口碑，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角色塑造和叙事贡献的领域。但与此同时，巴黎时装周上的王一博正在改写另一套游戏规则。他不仅是罗意威全球品牌代言人，转身成为 Lacoste 全球代言人，最终以香奈儿品牌代言人的身份压轴登场。美国时尚商业评价，这标志着奢侈品行业开始正视亚洲市场主导的审美新纪元。时尚圈的核心价值需求完全不同，全球影响力、个人特质、时尚表现力、品牌契合度、商业号召力、社交媒体声量。法国版 L 评论道，当他站在巴黎苔藓墙前，服装色彩与环境产生的共鸣，
使中国面孔成为了流动的艺术装置。在 LOEWE 秀场上，他一身宝蓝色叠穿搭配，慵懒的羊毛卷发型精准拿捏了品牌先锋又松弛的美学。同款单品迅速在全球多个官网和门店显示售罄。在 Lacoste 大秀现场，他穿着未发布的2026秋冬系列，通过垂坠感面料与落肩设计解构了品牌传统的紧绷运动美学，被 Vogue 誉为运动与奢华次元壁的破碎者。影视圈需要的是角色，时尚圈需要的是符号。前者注重长期沉淀，后者追求及时引爆。这就是两个圈层评价体系的根本差异。主动充电还是被动闲置？一个战略选择题。面对630天的影视空白期，王一博的说法是充电。2025年12月，他在《探索心境2》中回应了2年没拍戏的事儿，表示这些年工作量太大，慢慢就想受不了演戏了，所以想停下来，去户外探索，给自己的灵魂充电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场面话，但看他2025年的行程安排，确实有着不同的逻辑。4月26日，他在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驾驶85号奥迪赛车，与队友配合斩获 GT 上午3点组冠军。10月7日至8日，他首次挑战并成功完成了上海8小时耐力赛，助力车队夺得组别亚军。3月9日亮相巴黎时装周，7月8日出席香奈儿巴黎高级定制发布会，12月3日现身纽约香奈儿2026高级手工坊大秀。全年没有影视作品播出，却拿了超过29个顶级品牌的代言合同。这种暂停模式背后是行业现实的倒逼。2026年的影视项目节奏更趋谨慎，平台对题材、成本与回报的评估更为严格，演员的主演窗口期相对收窄。德塔文发布的2025至2026年度剧集市场白皮书指出，全年仅116部涨剧年度景气指数大于 1.0， 算是有效播剧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宁缺毋滥可能成为一种以退为进的主动选择。业内人士分析，当行业进入结构调整期，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不确定性。一方面，平台收缩，资本撤退，政策趋严；另一方面，观众审美提升，对工业糖精式的套路化内容失去耐心。王一博的案例或许提示着，顶流艺人已从被动接受市场安排转向主动规划价值成长曲线。毕竟，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。尽管2025年没有影视作品播出，公开曝光极少，王一博仍然以30家的代言数量在内于一骑绝尘。在整个2025年，他收下超29个顶级品牌的代言合同，其中包含2个全球首席代言人、15个全球代言人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在特定条件下，闲置可以是一种价值保护策略？新顶流价值图谱，不为巨论，何以为继？王一博正在展示一种全新的顶流生存路径。这种路径不以影视作品为核心引擎，而是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价值生态系统。第一支柱，时尚代言，这是最高端、最直观的商业价值体现。顶级代言不仅是收入来源，更是阶层定位和全球影响力的认证。2026年巴黎时装周上，王一博同时以3大奢侈品集团最高头衔亮相。这不仅仅是个人商业价值的体现，更是对亚洲时尚话语权的重新定义。LVMH、开云、香奈儿3大集团为他打破了净品牌他原则，这在内娱史上是首次。第二支柱，文化影响力与个人特质，通过街舞、赛车等潮流文化领域的深耕，维持核心粉丝的粘性与活跃度，并持续输出个人品牌文化。从 GT 赛车冠军到8小时耐力赛，
王一博在赛道上的专业性成为他个人特质的重要标签。这种速度美学不仅与时尚圈的先锋感形成呼应，更构筑了独特的文化符号。第三支柱：国际曝光与形象资产。国际时尚活动的频繁亮相，积累国际媒体曝光和高端人脉，提升个人形象的高级感与稀缺性。外媒摄影师为他疯狂抢拍，未经修图的生图在海外社交平台刷屏，先后登上法国、意大利、美国、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趋势榜。这种国际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影视作品所能达到的范畴。第四支柱：商业号召力与即时转化能力。2025年，尽管没有影视作品播出，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并未受损。同款单品秒罄，品牌热度同步提升，数据报表好看。这种稳定的口碑、强大的粉丝凝聚力和恐怖的即时转化能力，让奢侈品牌愿意为它打破百年规则。但这种去剧化生存模式也有其挑战，长期脱离影视核心战场，可能削弱大众认知的演员身份。当其他顶流如肖战凭借《沧海传》创下近5年古装剧收视峰值，全网正片有效播放量轻松突破100亿时，王一博需要极强的个人特质和运营能力来维持热度。同时，粉丝经济正在发生变化，曾经靠话题炒作、短期热度便能占据行业头部的时代已然落幕。市场、平台、资本与观众达成高度共识，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短暂的流量泡沫，而是能够长期输出价值、持续收获认可、经得起时间与市场双重检验的行业标杆。内娱生存法则的多元化未来。王一博的割裂状态，实质上是内娱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。圈层专业化加深，艺人价值实现路径分化，这已经成为行业共识。2026年的艺人行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流量神话的彻底落幕。流量指数在选角中的权重大幅下降，而作品口碑、奖项背书和观众好感度成为资本与平台考量的核心指标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王一博的选择为顶流艺人提供了一种跳出剧组竞争、开辟第二战场的生存范本。他展示的新顶流路径是以极强的个人特质和时尚影响力为核心引擎，以多元化的商业合作和文化输出为轮子，构建一个不完全依赖于影视爆款的立体的价值生态系统。这种模式的优势显而易见，规避影视作品口碑波动风险，维持高逼格形象，现金流相对稳定。但可持续性的核心在于不断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，并顺应甚至引领市场规则的演变。易凯资本创始合伙人王冉预言，头部艺人的收入结构会改变，一次性的高片酬会消失，要靠跟 IP 绑定的后端收益去打破收入天花板。他指出，中腰部艺人被大量挤压和替代，新人入行路径会改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专注深耕能建立专业壁垒，多领域发展能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商业想象力。关键在于艺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核心能力，团队策略能否跟上，以及能否在不同的领域间形成价值协同。630天没有进组，却同时在巴黎时装周创造历史，这看似矛盾的现象，恰恰映射了内娱生态的复杂性与多面性。当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理性成熟，当流量泡沫逐渐消退，当评价体系日益分化，艺人的生存法则也在同步进化。王一博的630天或许正是这种演变的生动注脚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生态中，艺人面对的从来不是单一的选择题，而是一张需要多维平衡的价值矩阵。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影视圈隐身、时尚圈封神的生存模式？在作品与符号之间，一个艺人的真正价值到底应该怎样衡量？